他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国际擂台豪取8战8胜8次 KO。此人原名叫陈磊，绰号湖南石头人，一人轻松横扫海外拳坛，并扬言今天会 KO 对手，拿下9战9胜9次终结，获得10战10胜10次终结也不在话下。8战8胜8次终结，马上就会到9战9胜9次终结，接下来就是10战全胜终结 finish。一直在国外为国争光的陈磊，在这一刻却遭到了质疑。那是因为陈磊很少在国内打比赛，所以导致陈磊的名气在国内很低沉。至此，很多拳迷粉丝就开始质疑陈磊在国外打假拳。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但是我的实力就摆在这里了，我就是这么强悍，我就是这么牛。然而，接下来这2场比赛就会打消他们的顾虑。第一场迎战的是来自菲律宾的神助伯恩·索里亚诺，这家伙凭借高大威猛的身高和精湛的站立对拼技术，成功在国际擂台打出了一波傲人成绩。索里亚诺奉命迎战陈磊，就是为了让陈磊在国人面前丢人现眼。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为什么索里亚诺被称为神助呢？那是因为这家伙身高很高，臂展也很长，所以打起架来就跟一根柱子一样，在擂台上晃来晃去。不过陈磊对付眼前这位神助自然有自己的战术打法。刚过几秒钟，二人就来到了龙边角力赛。看来陈磊的战术就是不与索里亚诺在中远距离展开互换拳脚，还没挣扎几下，索里亚诺就被陈磊按在了地上。No, touch here. 陈磊本人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拳击的教练啊，所以在后面呢，在长沙马修学院啊开始学习自己的柔术。那陈磊呢是一直在给对方施以拳的砸击，但是索里亚诺这会儿呢还是在扛啊，但是能坚持多久呢？目前被陈磊控制了一只手，难防御，对，感觉要放弃了。好，攻击陈磊。陈磊想切膝过腿，是攻击陈磊。哦，没过，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打拳，去不断的打拳。哇！一旦索里亚诺到了地面缠斗，就像是鱼儿脱水一样无精打采。被迫无奈的索里亚诺只好选择稳中求胜，在被压制期间尽量不做任何动作，只能任由陈磊进行击打。2K， 踢个屁股，踢个屁股。在大冠军赛的比赛里是允许去倒自己对手的头部的。但是倒地的对手是可以去站立对手，是好，起身，拿出一条腿，把位并不优势，来进攻，博斯利亚诺想要摔倒陈磊，陈磊两个人在勾挡，能不能勾挡？摔倒，的技术两个人在纠缠，陈磊靠在龙边，想要通过龙边站立，又被摔倒了，陈磊现在被拿背了。要小心，博斯利亚诺没有控制住，来扭过来，有点碰了2拳，陈磊被中了2拳，摆边拳，陈磊这会儿意识有点恍惚，是的，博斯利亚诺的反手上勾，陈磊经过一段时间换拳之后，二人来到了龙边角力赛。在内围对抗期间，陈磊根本就不给索里亚诺任何喘息的时间，就算不能将索里亚诺带入到地面缠斗，那么陈磊也可以在内围对索里亚诺做出有效击打动作。连续的重拳也是让索里亚诺吃到了不少苦头。再这么打下去，索里亚诺很难顶得住陈磊后续的进攻。如果第2回合比赛，所以陈磊应该扛过第1回合，可能会状态会好一些。对。那刚才其实呢，在把对手的放在那个打击的时候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对，博斯利亚诺看倒了。看陈磊要怎么做？博斯利亚诺做了一个木村把，但这个把位陈磊已经防得很深了，很难做成。好，手拿出来。还有2分钟，陈磊，还有2分钟。看来第1回合两个人打得非常的激烈，对于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说白肘，那会儿呢两个人的这个都是处在一个相对要调整的时间。所以说陈磊在这个比赛，索里亚诺不是在挨打，就是被按在地上挨揍。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陈磊是真的硬，不管对手是谁，陈磊绝对不会怂。就算索里亚诺在站立对拼上占据很多优势，但陈磊则是选择取长补短，尽量将比赛局势控制在地面缠斗。陈磊一个对，而且打击的很重，对，是吧？说这个对于陈磊来说呢，这个并不是自己预想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博斯利亚诺，陈磊要过腿吗？直角锁有没有？感觉这个力臂不是很长没挡住，有没有啊？
陈磊的左眼应该是被糊了，是。现在视线上肯定会有一些影响，是，没错。最后的1分钟，陈磊还要往前冲。但是第2回合两个人的体能究竟是怎么样的？陈磊明显在进攻中受到了重击，对。那伯恩斯利亚诺并没有扛过第2回合，是。但是现在怎么样？伯恩斯利亚诺其实，哇，那个舍身跳过去直接一个飞膝啊！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索里亚诺显得特别无助、弱小可怜。然而，索里亚诺虽然是战力上的强者，但在地面上依然可以施展出像样的锁技招式。反观陈磊，则是选择硬核破防，甚至可以直接将索里亚诺抬起来。就算胳膊被索里亚诺掰断，陈磊估计也不会主动拍手投降。他并没有控制住他的脖颈，十字过，这个应该不太有内力，这个应该不太有内力。对方做起来就不一样了。陈磊到前，陈磊十字棍，哇！铃声虽然是救了，但陈磊的手臂会不会有损伤？对，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现在这个手臂的损伤，我们先姑且放在一边。他眼睛的这个伤，现在呢，我们一会儿看看我们的场医的治疗情况。这场比赛，哇，真的是比想象中还要激烈、焦灼啊！刚才那个时间上，从时间上来说，应该对陈磊这个手臂应该会造成一点，应该是的，应该是的。这个拖了挺长时间，对他发力都会造成，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对，当这个伯恩斯利亚诺的左腿盘到陈磊的头上以后，那个杠杆实际上是比较完美。对，这个是就有时间发力了。看一下陈磊的手应该有没有影响，而且他左眼要开了口。放松点，不到龙边压着他摔的，然后过。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表现。陈磊看来手的影响不是特别大。第2回合开始了，以陈磊的综合实力来看，陈磊非常有希望获得9战9胜9次终结。上回合的地面缠斗已经耗尽了索里亚诺大部分体能，然而陈磊的体能依然很充沛，精神状态也很好，连续的重拳也是将索里亚诺打得有点摇晃，最终索里亚诺还是没能逃脱进入到地面缠斗的命运。说的这个自信的微笑，可能就来自于刚才这个原因，终于把你扛到第2回合了。因为陈磊曾经有一场比赛是在第3回合才获胜。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体力马上再砸他。索里亚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反应了，我们受了一个白整。伯恩斯利亚诺就是机械的在做一些这个应对，但是这样的方式不可以帮助他取胜。陈磊现在的每一次打击都会增加自己的侵略性和对笼内的控制。好，腿上来，正位。伯恩斯利亚诺没有力量，陈磊连续的重拳肘击成功将索里亚诺斩于马下。虽然脸上有很多血渍，但这些血渍大多数不是陈磊的，而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索里亚诺的。既然战力打不过，那就在地面上对拼。最终的获胜者是来自湖南的陈磊。大家感觉陈磊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陈磊的硬气。接下来是陈磊冲刺10战10胜10次终结的一场比赛，迎战的是来自日本的杰里米·梅西亚兹。这个家伙本身就长着一个欠揍的脸，然而还是一个万人厌恶的日本人。陈磊当即发誓，是要将日本选手杰里米的头颅摘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以示中国之国威。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回合刚开始，杰里米直接突进陈磊内围做动作，谁料陈磊早有防备，瞬间就打了杰里米一个措手不及，连续的重拳直接将杰里米的脸庞打红。就这还不算完，还想突进陈磊内围，试图降服陈磊。就算如此，陈磊则是将所有重心放在了正托上，不然后果很难设想。Immediately goes after the leg, and we've got a heel hook on Chen Lei. Let's see how he fights out of this. Oh, it looks really twisted, doesn't it? He was giving the hammer blows by way of defense, but he's got to do more than that, pulling away at the hands. He's got to defend a little bit better. He's almost out of it. He's got to stand up. He's trying to roll. He's trying to actually pop up out of it, but you can see from Maciez, he's actually
actually got the legs figure forward in between. He's taking a bit of some shots, but I don't think Chen Lei's going to give this up. I think he's going to fight this one out. Yuji Shimada looking and pointing, asking for the submission, but he hasn't received it yet. He's got the leg on the opposite side, so it's kind of like the opposite way for that heel hook. So he's really going to have to turn and crank on that to let this go. So where's the torque, Mitch? The ankle, the heel, the knee? It's actually on the knee, Steve. And he's taking some shots there from Chen Lei as he's trying to stand up. Of course, he's got nothing to defend himself with because he's holding that leg with both hands. And these guys are dry. 拿到陈磊大腿的杰里米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其实这个不是杰里米的救命稻草，对于杰里米来说，这是唯一一次机会，不然脸上就不止变红这么简单了。挣脱束缚的陈磊直接就开始在杰里米脸上进行砸拳。The hammer blows still come down, but he's free of the leg lock now. And they can't kick to the head of a grounded opponent. These are perfectly okay. He doesn't really have that quite the same enthusiasm there. He might have really kind of had an adrenaline dump there because he came out with all guns firing. Everything was going, wasn't it? Just landed a forearm and elbow shot there. And I think he's starting to show the first signs of tiredness now after a frantic first 2 minutes. Yeah, he looks done right now. He's a little bit fatigued, but he's still marching forward and throwing that big right hand. Chen Lei's starting to turn it on. It wasn't just the start to this fight, it was the start to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it was a lightning one. Immediately jumps down to attempt a scissor takedown on that leg. He's definitely, like I said at the start of this fight, he is hunted for leg locks, but now he's taking a beat from Chen Lei on top. Jeremy's face is very red. 拿到绝对优势的陈磊开始进行砸拳，几记重拳砸过去之后，杰里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再这么打下去，估计连医生都救不了杰里米。脸上被打得血肉模糊，血液喷溅。Mata's going to be forced to stop this fight, but Chen Lei, he's still being active. He's still being intelligently defending himself, but Chen Lei is dropping some serious hammer blows to the body and head. Yuji is asking Jeremy to fight back. And he's not showing any sign of that, and accordingly... 最终裁判制止了陈磊的暴行，陈磊只好作罢，饶了日本选手一条命。不然的话，再给陈磊10秒钟。绝对让杰里米感受一下中国石头人的厉害。结果毫无疑问，陈磊确实是拿到了10战10胜10次终结。大家感觉陈磊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陈磊的硬气。